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从来不去村民的小豹 Aircraft， 欢迎收看《纯蓝救援生存》第3集超费干硬核生存。我们现在的话，外面是下了一点雨啊，回一下家里吧。家里的这个火把都灭掉了，用火把给它续一下。这个火把上面还显示了它的剩余时间呢，2个小时。来，那咱们现在的话推一下我们这个进度吧。上期我们是留了金属烧烤的进度啊，做了这个金属烧烤之后，我们才可以做这种双重铜锭什么的。不过要做这个的话，我们又需要很多的铜了，所以一会儿的话，我们先出去弄一点铜啊。然后正好现在外面天气不是在下雨嘛，我们做一点木桶吧，用这个木桶可以接一点水，一会儿可以直接在家门口弄一点水喝。下雨的时候，咱们这边这个水它是可以一点点接起来的，到时候我们这个水壶的水用完了，直接往里一放，然后点一下出，这个水就可以直接跑出来了。这个接过来的水都是可以直接喝的，非常方便。OK， 稍微等了一会儿之后，这个雨也已经停了，我们现在出去挖一点铜粒吧。哦对，去挖铜粒之前，我们要先弄一点那个支撑柱。支撑柱的话需要用到木板，要是没有这个支撑柱的话，我们一会儿挖矿可能会导致塌方啊，塌方就很麻烦了。32个应该够了。哦，我们还得回来做点东西啊，差点忘了，要做这个草绳。这个草绳的话可以让我们快速的上下楼啊。好，冲冲冲，找一下铜矿，找一下铜矿，探测一下啊，我们要先探测到一个巨量的铜矿。这个看矿考可以探测我们所指方向的25×25的方块内有多少的铜矿石。怎么都是没什么特别的呀？啊，不是这个位置吗？哎，怎么探不到啊？离谱了！我们到下一个传送点吧，到这边看看，这边说不定可以找到。没什么特别的，没什么特别的，没什么特别的。呀，哦，大量的原生铜，找到了，找到了，中等量的原生铜，大量的原生铜。咱们要用一下那个十字定位方法，这边有一个大量的铜矿石的尽头，然后我们走到另外一边，找到另外一个就是大量的铜矿石发生变化的尽头，我们要找到这2个尽头的中间点，在这2个位置的正中心。看一下坐标，这里的话是392411，411，392加一下是803啊，803除以2的话是401.5，我们到401.5的位置。那这2个位置的话，就是这2个方块交叉的终点，然后沿着这个终点的另外2个方向继续探矿，探出这2个比较量大的地方的终点，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个矿了。有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没什么特别的，这种没什么特别的出现是因为我们稿子的等级比较低，就是它在骗我们，实际上它是有很多矿的。哦，变成大量的了。然后咱们找一个巨量的位置，这个位置是负的9103，然后往另外一个方向，微量的，到这边就是微量的了，大量的，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了，这样的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了，这个位置是9130，我们找一下这个轴等于16.5的位置，好，就是这个位置了，这个位置竖直往下挖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铜矿了。哎呀，真的挺难搞的。这个整个包里面想要挖矿真的好麻烦，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周围。Nice， 挖到了，评级的原生铜吗？哦，但它单位有15哎，比地上捡的那种要好一些。上去挂一下草绳，一会儿要挖矿的话，咱们就可以直接下来了。先往下挖一点吧，到时候在底下放一个支撑架子。这个铜的这一层的话，它是不会塌方的，然后顶上这些沙粒它是会塌的，我们最后再挖那个沙粒吧，只要别把顶上那一层铜的地方给挖了就行了。哇，这矿有点多的诶，这么多铜矿，天哪，直接就发大财了这一波。好，然后现在差不多可以放这个支撑柱了，要像这样子放一个拱门的形状，这个放完了之后，头顶上的方块就不会塌陷下来了。不塌陷的方块是顶上7×7×3的方块啊，不过顶上如果有沙粒的话，沙粒还是会掉下来的，这就比较麻烦了。哎，就像这样子，哎呀，哎，坏了，被盖住了。还有泥土啊，沙粒和泥土，这2个是比较烦的。我昨天直播的时候琢磨这个挖矿琢磨了好久啊，终于是学会了。呜呼，现在已经4组了，我们那个什么铜砖也可以做了一会儿。感觉我这个背包都快放不下了，这里铜也太多了吧？这地下矿洞这么多铜吗？哇，身上铜矿石都放不下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天哪，居然在这个深层里面挖了一背包的东西啊，想都不敢想。可以溜了，可以溜了，溜。我们现在这个和铜有关的工具已经可以随便用了，然后还收集到了一些石头什么的，还有沙粒啊。后面好像还可以筛这个沙粒的，是吧？好，那现在咱们这个铜很多了，我们可以做一下金属烧烤了，做一个锻造炉出来先。锻造炉的话，要挖出一个这样子的坑，然后在周围弄上石头啊，必须要石头盖着才行。
然后在里面放木炭，放上8个，点上火之后往里面再投燃料，它就可以拿来烧东西了。哎，怎么又下雨了呀？哇，下雨的话这个东西得盖一下，不挡雨的话它是没法烧的。去拿一下我们的支撑柱子吧，不知道这个支撑柱会不会被烧掉啊？应该不会吧。然后再拿一个打火器来。哦，点上了，点上了。然后这个锻造炉的话要配合时针，在时针里面打造东西，在锻造炉里面烧东西。我们先做一个时针吧，之前忘记做了。要在这些岩石上面用石锤子，岩石的话安山岩就可以。这个貌似是安山岩，对。挖掉它两边支撑的方块，它就会掉下来，变成一个方块状的安山岩。把它放在这个炉子的旁边，放在这里。把这个石锤放在上面。好，锤打成功啊，它就被锤成了这个时针。然后我们这个锤子放在这里，当做压它的工具。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制作各种镐头啊，什么镐头或者斧头，然后可以在这里焊接出一个双重的锭。这个东西说实话挺麻烦的，我们先演示一下吧，做一个双重的铜锭出来。哦，我刚刚去看了一下，我们要想要烧这个铜矿的话，要先把它放在这个花瓶里面烧一遍才行啊，要先把它烧成锭，然后才可以放到锻造炉里面。好的，烧起来了。这样子就可以一起烧了。趁它在烧的时候，我们把边上这个煤炭给拿一下。我们煤炭其实挺缺的，永远也不会嫌煤炭少，所以需要砍很多的木头。迟点的话，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焦炉啊，用焦炉烧煤炭，就不用这种比较简陋的放在地上烧的方式了。把家里刚挖的铜全烧了算了。再稍微等一小会儿，等我们那个铜融化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做锻造炉的东西了。把我们身上的一套工具全部都换成铜的，好吧？那我们现在先去找一下助燃剂吧。助燃剂的话，可以用白云岩、大理石什么的。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那两种石头啊？我好像没有收集这2个石头。出去找一波吧。Later。石灰岩，找到了。哦，这边全是石灰岩。然后咱们稍微挖一点带回去。助燃剂就不缺了，好吧？看看我们刚刚东西烧的咋样了。这个煤炭也已经烧好了，取一下，然后把这2个花瓶取出来。现在还是液态的，赶紧趁它还是液态的时候，把它浇注到我们这个模具里面。然后我又多做了一些模具，把那个铜全都接出来了。等这个模具里面的铜液冷却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取出来，变成铜锭了。变成铜锭之后，就可以进行后续的加工了。把这个铜再放到熔炼炉里面加温一下，它的温度会逐渐提升到可焊接和可加工的状态。温度太高的话还会融化，融化了的话，我们要用这个模具把它接住，不然的话它就会直接掉出来，就消失了。这边这个铜锭已经可加工了，可焊接了。然后我们现在获得了2个可焊接的这个铜锭，把它放在焊接的窗口，直接点一下就可以焊接成双重的铜锭了。那这个焊接板是有了不过我们这个铜的话是没有办法打开它的图纸的就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进行加工，因为这个加工的台子等级太低了，它是石头的等级想要做这个铜的工具的话，我们必须要做那个铜的针才行。那这个铜针的话就是我们的下一个任务了。这个铜针的话需要用到6个铜加上1个铜锭非常的昂贵，不过无所谓我们刚弄了很多的铜刚好可以做一个。好呀，放了这个铜针的时候，我们直接超重了，走不了路，只能就地放了，就放在这个旁边吧，刚刚就是在这里用的。然后现在再把铜放上去的话，就可以在设计图的图纸里面点我们想要的工具了。我是打算弄一个斧子弄一个斧头。这个工具该怎么敲比较难解释我就用后期配音跟你们说吧。我们要满足我们敲打的最后3个顺序要跟上面的图例一致。最后这个顶上的顺序的话，是一个向右加2格的一个冲压，然后一个向左6格的击打，然后再加上一个向右13格的蹲断。这几个值合起来的话，就是向右2加13，再减去向左的6。就是说我们最后一步会向右挪动9格，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让那个绿色的条碰到这个红色的条，所以我们最开始的话先使劲往右敲，把它敲到大概10格左右的位置，然后再微调，把这个绿色的格子调到红色的左边9格的地方。9的话就是这个点，我们要把它推回这个点，刚好一个重锤就可以了，然后再进行这3个步骤。就是前面让它靠近，然后最后几个顺序让它按这个地方来。可能有的小伙伴已经听晕了，这个非常正常因为我自己研究这东西也研究了2个小时左右可以有一个铜斧子了，终于可以替代我们这个小破石头斧子了。这石头斧子耐久太低了，然后做这个的话速度还得快，得非常熟练才行，因为你速度稍微慢一点，你这个锭它直接就降温了，降温了的话就不能再打造了，要重新拿回去烧才可以。 OK， 铲头也有了。OK， 那我们这个第1页的任务降临终于完成了。青铜时代的话还有一些东西要做这个针我们还可以升级成青铜、黑青铜还有
碧青铜。黑青铜它这个材料啊，就需要原生金还有原生银了，咱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获得这个银啊。那我们这一期的话就先到这里啊，这个生存坑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我们每一期没有办法做很多的进度啊。就刚刚这点东西，我录制花了2个小时，研究也花了2个小时，就花了我4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坑我有一点想弃了，不过还是先稍微坚持一下，再多做几天，后面可能就可以好转一点了。那么我是小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